备受期待的孤儿院前传《孤儿院首杀》终于来了，谁都没想到这个看似只有9岁的小萝莉，真实年龄是个33岁的大妈。时隔13年，当初12岁的小女孩回归主演，今年已经25岁的她，即将再度让观众惊呼连连。想看孤儿院的同学可以看我的上一期，这期我们就来讲她的前传。07年，在爱沙尼亚的一个叫萨恩的精神病院，小萝莉艾斯就被关在这里。她患有腺体疾病，10岁时就停止了生长，实际上她已经31岁。她的智商很高，利用美人计骗进来保安，假装给保安按摩，然后趁其不备砸头解决，取下门禁卡一路刷，在精心策划逃离了爱沙尼亚的精神病院后，他从网上查到自己和一位失踪4年的女孩长得很像，于是艾斯假扮成这名失踪的女孩，找到了来自美国的富裕家庭。他给自己编造了故事，是一个女人偷了他，把他带到了俄国，谎称是自己的女儿。如今艾斯成功逃脱，回到了美国，只是记忆有点紊乱了。他的妈妈见到了他非常高兴，艾斯也假装开心的飞奔过去抱在一起。这位母亲完全没有怀疑他的真实身份。回到美国，与父亲和哥哥都拥抱在一起。他们失踪了4年的女儿回来了，已经完全被幸福冲昏了头脑。他们将艾斯带到了家中，给他带到了他曾经的房间，并告诉他房间的布局还是和以前一样。得知艾斯喜欢画画，父亲还将他带到了自己的工作室，让他参观自己的作品。所有的作品都会突破1维，在紫光的反射下出现一个秘密层。原来孤儿院中艾斯那秘密层邪恶的画就是跟这个男人学的。他也有一些异常举动让母亲感到奇怪，因此去带他看了心理医生，但他对这4年来的遭遇闭口不提，这让心理医生有了怀疑。他和母亲单独讨论怀疑艾斯身份时，被偷躲在门外的艾斯听到，于是他扯坏自己的衣服大叫起来，终止了这次谈话。被诬陷的小男孩一脸茫然，不只是心理医生怀疑，就连当年负责女孩失踪案的警探也对此表示怀疑。白天秘密拍下艾斯的一切，某一天晚上，他偷偷溜进艾斯的房间，利用紫外线灯看到光盘上的指纹，于是悄悄偷走，准备拿回去比对。可他不知这一切都被艾斯监视了。警探来到家和当年失踪女孩的指纹比对，果然出现了不兼容。If you're not Esther, who the hell are you? 然而下一秒，知道真相的他就被身后的艾斯连捅数刀。正当警探懵逼的时候，又被突然赶来的母亲连开数枪终结。9岁小女孩实际竟是31岁大姐。这位母亲察觉到女儿不对劲，进来房间翻找，果然找到一本圣经，里面夹着自己老公的照片，甚至翻到自己与老公的合照时，自己的脸被红笔涂了。圣经的尾页印有萨恩医院。最后又翻到一张警探的照片，上面标出了警探的地址，结合刚刚儿子跟他说警探来过，他立马猜到了。可让人不解的是，他来到警探家为什么帮助艾斯杀死了警探？俩人都不是一般人，直接在警探家开始聊起天来。母亲问艾斯，你隐藏到我们家，明明可以偷点值钱的东西走，为什么选择留下？艾斯说，我可以今晚就消失，但母亲却不让她走了。她的老公消极了4年，直到艾斯的到来，老公脸上才又洋溢起幸福，所以她不得不让艾斯继续做女儿。 You chose this role, now you're gonna fucking play it. 两人达成一致，合力将警探的尸体扔下枯井。回到家，母亲将这件事和大儿子说了，虽然很疯狂，但儿子也算同意了。这样度过一段平稳的日子，大儿子却实在受不了了。他不知道还要假装艾斯是这个家的女儿到什么时候。他开始羞辱艾斯，表示自己一个电话就可以让你重回精神病院。晚上，父亲邀请艾斯来和自己一起画画，母亲在另一边看着。艾斯对这个男人产生了别样的情愫，而母亲看着两人亲密的举动，直觉告诉他不对劲了。于是，在做饭时给艾斯的饭里下了毒。可艾斯回到屋子，却将饭喂给了小老鼠。结果不久，他就发现小老鼠死了。艾斯开始狂躁起来，他决定采取报复。第二天一早，就为母亲做了一杯果汁，母亲尝了一口便倒掉，结果倒出一只小老鼠，令他作呕。父亲要出一趟远门，他们都来送父亲。在父亲买咖啡时，母亲与哥哥又都在等地铁时，艾斯萌生出一个疯狂的想法。这个女孩准备将自己的妈妈推进铁轨。计划失败了，他知道两人要对自己采取措施了，请求父亲带他一起上火车，但却被母亲暗暗拽了回来。他们准备回到家再好好收拾艾斯。艾斯于是趁母亲不注意，开始挣脱逃跑，与母亲拉扯间包飞了出去。眼看哥哥追来，艾斯飞扑出去，拿出辣椒水对着哥哥喷了下去，随后跑上车离开。正当他涂着口红抽着烟时，身后警笛声响起，本想弄个美人计，结果是个女警察，且警察是母亲的好友，刚好认识这辆车，也认识他。无奈艾斯只能乖乖的被送回家。母亲装模作样抱了一下艾斯，与警察简单解释了一下，便和儿子来到了艾斯的面前。哥哥将艾斯控制住，母亲则拿出剪刀，准备制造女儿自杀的假象。可突然，艾斯再次逃脱，哥哥追上去抱住艾斯，将他使劲向楼下甩了出去，本以为昏死过去，可就当他放松警惕的时候再看，艾斯已经消失不见。哥哥拿起武器在家中寻找艾斯，最后在父亲的工作室找到艾斯。本以为对付一个女人很容易，没想到艾斯拿出了自己玩的弩箭。Shoot.
艾斯拿过哥哥的武器，开启疯狂插腰子模式。这一幕被母亲看了个正着，她不敢相信。追上艾斯，两人就扭打起来。艾斯败下阵来逃走，母亲拿起刀跟了出去，但她却没注意。他们打翻的火炉此刻已经烧了起来。艾斯爬上了屋顶，母亲也追了上去。然而房子太陡了，两人都滑了下来，抓住房檐苦苦挣扎。正巧这时父亲乘坐出租车赶了回来，看到这一幕，眼都红了。他冲进火场来到屋顶，然而等他刚伸手时，妻子已经掉了下去，后脑着地。他只能拿住艾斯的手，将艾斯救了上来。然而父亲温柔地揉着艾斯的脸，却突然揉出了一排假牙。父亲惊呆了，这是什么玩意儿？ I did this for you, for us, so we could be together. Alan, I love you. Who the fuck are you? You're a monster! 父亲也掉了下去，这下只剩下他一个人。这次再也没有人知道他的真实身份，警察们都觉得他很可怜，先是被绑架，现在又成了孤儿。于是警察们替他联系了一个孤儿院，在那里他将得到他应有的支持和爱，等待下一对领养的有缘人。